嘿，朋友们，今天咱们得聊聊一件让人心里咯噔一下的大事儿，就是桂林那个6年级男生坠楼的事儿。这消息一出来，我的心就像被什么揪了一下。说真的，一个鲜活的小生命，才6年级呀，像花骨朵儿一样的年纪，怎么就突然选择了跳楼呢？官方通报说，经过初步核查，学校里既没有欺凌，老师也没有体罚，孩子现在生命体征平稳，没有生命危险，这真是万幸中的万幸。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能稍微放下一点点。但是啊，我的朋友们，作为一名观察者，我总觉得这事情没那么简单就能画上句号。通报里提到，事发当天上午第2节课，班主任因为他没完成课堂作业，加上端午节外出玩耍没及时回家，让家长在班级群里找了一通，就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还通知了家长到校协助劝导。然后就在第3节课，家长赶到教室门口那一瞬间，孩子看到了，竟然就搬起板凳，像个小小的决绝的战士，翻越护栏坠楼了。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教室里可能还回荡着老师批评的声音，空气里都凝固着一种无形的压力。这个孩子，他的小世界里是不是瞬间崩塌了？我们常常说，语言是一把双刃剑。官方通报的批评教育，在我听来，它可能是一剂猛药，而不是温和的调理。一个6年级的孩子，正是自尊心像小草一样敏感脆弱的时期。当他未完成作业的过失和家长群里被寻找的尴尬被同时摆在台面上，还可能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被老师严厉点名，那份无地自容的羞耻感，是不是像一把钝刀子，一刀一刀的割着他的内心？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被聚光灯照亮的罪人，所有的目光都像探照灯一样刺向他，让他无处可藏？而当他最亲近的家长带着一种焦急又或许有些失望的神情出现在教室门口的那一刻，那扇门对他来说也许不再是避风港，而更像是一道审判之门，彻底击溃了他内心那道薄弱的防线。那一瞬间，他可能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跳下去是不是他能想到的唯一解脱？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没有欺凌、没有体罚这样的结论。欺凌它不一定非得是拳头相向，语言的暴力、精神的重压，甚至那种无形的来自学业和同伴的压力，都可能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把孩子牢牢困住，让他窒息。体罚也不仅仅是皮肉之苦，那种高压的批评，那种当众的羞辱，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心罚吗？我们是不是应该更深入的去思考，当一个孩子面对老师和家长的双重压力时，他内心的世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地震？我们大人的批评是否真的做到了春风化雨，还是无意中成了疾风骤雨？我们的教育是不是过度强调了分数和服从，而忽略了孩子的情绪出口和心理承受能力？这个孩子，他只是没完成作业，只是晚归了，这些在我们大人看来也许是小事，但在他那小小的世界里，却可能被无限放大，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件事情就像一面冰冷的镜子，照出了我们教育体系里那些隐秘的角落，那些被我们大人常常忽略的压在孩子心头的巨石。它在警醒我们，在追求成绩和纪律的同时，我们更要关注孩子内心的柔软，守护他们的心理健康。一个孩子的坠落不应该只是一个冰冷的新闻事件，它更应该成为一个引爆点，让我们所有人，无论是家长、老师还是整个社会，都停下来，好好审视一下，我们到底给了孩子一个怎样的成长环境？我们是不是真的倾听了他们的心声，理解了他们的困境，还是只是在用大人的标准粗暴的衡量和要求着他们？这真的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深思，去反省。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记得留言告诉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胖僧，谢谢大家。